欢迎来到报明说。这一次，美国军方表示文件泄密可能是真的。那这样的话，藏在俄军以及瓦格纳内部的鼹鼠可能就会曝光。最近2天，所谓的美国国防部机密文件泄露的事件是越闹越大。我们在前几天的节目中曾经分析过，这一批文件出现在网络上，比较大的可能性是美国或者是俄罗斯情报机构故意放出的烟雾。还有第3种可能性，那就是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导致的，有一派势力故意放出机密文件来给另一派找麻烦。随着媒体对这些机密文件内容的持续的报道和分析，现在看来有可能是美国共和党的势力为了在2024年的大选当中取得优势，拿到了这一批机密文件，泄露出来以后，给拜登的乌克兰战略制造麻烦。美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残酷到了这样的程度，也是出乎很多人意料的。五角大楼的副新闻秘书萨布丽娜·辛格已经公开承认，其中很多文件可能是真的。这些文件的重点是乌克兰问题，比如说有一份文件题为《俄罗斯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之战可能在2023年陷入僵局》。这份文件的保密程度相当高的，但是更敏感的情报是针对2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是美国的电子侦察能力，根据这些文件中描述的信息美国可以完全窃听和截获俄罗斯的军事指令，比如说俄罗斯军队打算如何在乌克兰境内袭击热电厂、变电站、铁路和车辆、桥梁等等。美国还截获了俄罗斯打击北约军援坦克的计划。美国的情报说，俄军要求根据射程建立长、中、短3个打击区，每个打击区都有特定的武器和单位的类型。另外一部分文件当中还透露了乌克兰军队的大型武器装备的部署，特别是所谓9个新编练的机械化步兵旅的部署情况，以及乌克兰境内防空导弹武器系统的部署情况。如果这些情报都是真的话，那俄罗斯空天军对着坐标发射巡航导弹就可以解决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这些文件揭示了美国在瓦格纳雇佣兵集团内部也进行了广泛的渗透。有关文件对瓦格纳的伤亡情况、战斗力、部署情况是了如指掌。难怪前段时间瓦格纳集团使用了一家中国卫星遥感企业的卫星头像，美国人很快就知道了。这些消息如果是真的，瓦格纳马上就会在内部开展抽检行动，那就不知道有多少鼹鼠和暗桩要被挖出来了。这些文件还涉及到了以色列和韩国的内部秘密，但是主题也是围绕着乌克兰战争，主要是研究和分析这2个国家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更大规模的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当然，有关情报也是通过秘密渠道获取的。所泄露的这些文件当中涉及中国的内容非常少。据说谈到了一种叫做东风27的高超音速导弹。另外，文件担心，如果乌克兰袭击俄罗斯的本土，那么中国可能会改变立场，向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美国是一个窃密成性的流氓国家，对这一点全世界都很清楚。但是这一次泄露的秘密情报如此集中的围绕着乌克兰问题，那就不得不让人怀疑这里面是有人故意所为从后果来分析，这批文件如果是真的，那么是有利于俄罗斯的。俄罗斯可以根据泄露出来的信息调整自己的保密工作，铲除内部的间谍，并且更有针对性的打击乌克兰军队。这样做的话，就可以让拜登政府的乌克兰战略更加一败涂地。乌克兰问题是拜登上台以来下的最大的一个赌注。如果乌克兰被打败了，按照俄罗斯的要求开展和谈，那拜登政府很可能就要垮台，至少是再也别想赢得2024年的大选了。这样的局面对谁更有利呢？当然是对美国的共和党，尤其是共和党最出风头的候选人特朗普了。我们注意了一下泄密事件之前的时间节点，特朗普刚刚被传唤，接受了一长串严厉的指控。如果所有这些指控都成立、都坐实，那他要坐130多年的牢。虽然特朗普已经公开否认了所有的指控，但是在美国那种为政治和金钱服务的司法体制之下，如果拜登和他的利益集团一定要置特朗普于死地的话，那对于共和党和特朗普本人来说，局面也是非常凶险的。所以，这一场泄密事件，搞不好就是共和党的政治反击。
搞垮了拜登的乌克兰战略，特朗普就可以化险为夷。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乌克兰前线还要死多少人，美国的政客们才不在乎呢。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